为什么这次 CPI 的公布这么重要呢？这个 CPI 只是比预期的好了 0.1， 不要小看它，这个好过预期是给了它一个理由去降息。我们现在估计9月份降息的机会是很大了，到年底之前会降息降2次了，这是我现在的最新的估计啊。9月份降1次息，年底前降2次息，这个不是我瞎说的，市场利率的 swap 告诉我的，我是看数据的。那以前也有人说降息可能是股票市场暴跌啊，我们要知道是为什么要降息。如果是经济发生了灾难，它去救火去降息的话，可能股票市场会跌。那这一次美国的经济还是很好，就业率还是很好，它是事先的说不要等到太坏才降息，我们不需要等到通胀跌到 2.0 才降息，我们也要顾及到劳工市场和经济，这个是他讲话的重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好呢？就是他一方面有了一个理由，这次 CPI 给了他这个下台阶，会提早降息了。另外一个，美国经济硬着陆大衰退，我们之前讲大衰退的风险不是说一定会发生，美国经济衰退啦或者萧条，但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风险的管理。那今天或者昨天前天呢，我们看到鲍威尔开始顾及到美国的经济，不等他死掉才去救。中国的3道红线就是死了，现在到了 ICU 了，好难救活了。所以美国的鲍威尔美联储是提前的，不等那个美国经济休克了死掉了再去救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利好的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么一个股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，我们会看一看机会在哪里。不是所有股票会涨，我们要看的是以前哪些股票被美国的利息很高的打惨了，那现在降息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反弹了。道理简单 make sense 合理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下。那我看到几个，第一个，香港的股票，特别是2个因素，香港股票是应该要反弹了。那2个，第一个，之前香港的股票已经跌了5年了，很少有一个熊市跌5年的，种种因素，19年的社会运动啦，中美贸易战啦，00年的新冠疫情啦，01年开始的中美的关系差啦，中概股恐惧要被退市啦，美国跟中国的金融制裁战啦，等等等等，到现在已经是种种的不利的因素，包括俄乌战争会不会跟中国打仗啦，我觉得已经是 price in 反映在价格里面，要不然香港股票不会这么便宜。相等于你看一看特斯拉跟百度比，或者是 Google 跟百度比，基本上百度是它1/5的价格都不到，1/10的价格，因为就是种种不利的因素。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加息，美国2022年开始加息，那加息有2个原因使到港股不利。第一个，香港很多的本地的公司是房地产公司，房地产公司在这个时候楼价会跌，特别是香港的利率跟美国挂钩，所以美国加息，香港的楼价不好，房地产李嘉诚啊这些卖了不好，所以股价跌了。第二点，美国加息，其他的国家跟不上那么多，日本基本上没跟，欧洲也首先降息了，所以美元开始强劲。美元强劲的话，香港的股市如果除了刚才说的本地的地产股不好了，那国内的在香港上市的，他们赚的是人民币，美国加息，美元涨上去，人民币跌下来，相对来说就是用港元计算的，港元跟美元挂钩，强港元是不利股价的，因为这些公司是赚人民币的，赚了人民币之后算成港元之后就低了，因为强美元所以强港元，所以它那个股价就跌了。但是现在啊，这个趋势一转换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要快一点在港股里面寻宝了，因为港股现在真的是好便宜好便宜。之前我有叫大家牛一过掉了又等一等啊，5月中的时候我说一旦过掉了牛一之后我们要等等，不能长线持有低买高估，我说还没到，现在又改变主意了。今天我觉得是时候要加快这个低买高估的低买的部分了，还没到高估，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一部分的看法。那我讲了好多话了 Rich 有没有补充啊？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况怎么样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是可以看到现在美股是在不断的创新高，无论是标普500或者是纳斯达克，这2个都是在不断的破新高。我这里显示的图呢是标普500，但是呢当中其实并不是每一只股票它都是跟着这个大势一直在涨的，传统经济股的Dow Jones的那些股票它现在是没有创新高的，或者是你看一下代表中小型企业中小型的科技股的 IWM 罗素2000，你也可以看到现在呢并不是跟着纳斯达克或者是标普500一直创新高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2个线的
指标都是市宽，在最下面那个图呢是创新高和创新低的比例的市宽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因素，第一，它相比几个星期前有所改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依然还不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牛市。什么是健康的牛市？就是这个大势在涨，然后这个市宽也是跟着一起涨，创新高的股票应该是要比创新低的股票高很多，这是一个健康的理想的情况。而现在呢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无论是50天的市宽还是200天的市宽，都是有背驰的一个情况出现，代表什么呢？我也有说过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那些资金它是流到了一些大型股，刚才齐方法也讲过 Tesla 整体来说 M7 对，除了可能有一些调整的 Nvidia 之外，其实这个点呢，我是在2-3个星期前的 GMT 当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信号。我在当时候的 GMT 的直播是讲了很多我自己的观点。想象一下，在6月21号，大家听了 Rich 讲了之后，在 Nvidia 最高位的时候，把资金抽出来，然后就买了特斯拉，那不爽死了。想象力是免费的，爽一下也要，对不对？这里啊，我讲了5点，我就讲2个重点。这2个重点呢，现在我觉得也依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，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寻找下一个机会的。第一，我们在21号看到啊，资金从过去一些最强势的股票当中，它已经有撤离的现象。第二点呢，我当时候说过啊，面对那个市况，我会有一些选择。第一就是去寻找下一个潜在的10倍股，那这个是我当时候写到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第一个重点。我相信很多的散户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观众，他们脑海当中很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一些股王，或者是之前涨了很多很强势的股票，比如说 Nvidia， 或者是我们之前在 YouTube 当中啊有讲过 BRT 啊，或者是美光，就是 MU， 这些之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股票，但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呢，我说过，当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到顶的信号，会进入到一个调整期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也观察到，不只是这些股票，其实在这几个股票的相关的行业，他们都有一个资金撤离的信号出现。所以当时候我说过，千万不要去迷恋那些之前很强势的股票。那如果你没有听这一句话，或者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，可能股票当时美光是156，看到股票哇调整了一点啊，我现在去买入好不好？而在最近的涨势当中，他们也有涨一点，但他们并不是一个 big winner， 或者是他们可能现在还在一个调整阶段，之后的走势到底是涨还是跌，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到它未来会不会继续涨。第二点呢，只是案例啊，并不构成这个投资建议。6月20号收市之后，当时候呢，我说过啊，它调整到了大概23块多，接近24块的时候，我看到什么信号呢？第一，蓝色的那条线其实是移动平均线10天线，那里是一个支持位。第二呢，就是那个位置呢，也刚好是一个 support， 也是一个支持区间，在那里呢可能会有一个支持，这是我当时候星期五讲到的。结果那一天星期五开市的时候就跌下去了，星期一还跌低一点点，然后开始涨回去了，收市的时候涨回去了。你赚了这么多钱，一会儿你那个礼物准备好了没有？他有一个礼物，他今天是第一次啊，派送一个很高级、很大的礼物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准备一个新的课程 ，Buy Low Sell High 的一个技术分析的速成班，21天，教会大家整套，不是一点，不是一招，整套 Rich 所学会的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他的所有的功夫教给大家，每天教一个技术分析，再加上实践，加在一起21天。这一次啊，会给大家一个无可抗拒的打折，只是这一次啊，之后一旦我们课程全部排好了，就绝对没有这个价格了。所以你马上去看一看链接，看看还有没有时间过期，这个我们不保证。还有一个好处，有没有人去学过外面的课程之后，好像学了之后用不出来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解药不是给你的，那个解药是那个老师不知道哪里拿来的配方，适不适合你不知道。所以我在跟 Rich 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想，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这一个
方法是适合你的，在21天里面学的招数，起码有足够的招数是适合你的性格，适合你的生活，能用得出来的。还有一个好处，今天大家加入的话，加入的叫先修班。什么叫先修班？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会给大家加入一个群组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平时撞到什么卡在哪里？为什么输钱？你可以讲给 Rich 听，他听了之后，他量身定做一个解药给你。这个就像中医把脉了，把了脉哦，你太热了，你太寒了，你太湿了，你太干了，他给你的药就跟人家跑去药店买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现在去药店，你都不知道你什么病，你买的药可能吃了更糟糕，所以先修班才有啊，以后没有了。还有一个好处 ，Rich 这么年轻，不断教，以后的版本只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以后有什么新的 updates 或者是内容上有新的 bonus， 通通都会送给你。我还没说完了，以后的这个改良的这个版本学费也会加上去。你现在是锁定了这一个第一版本的打1折的这个价格，以后它的所有的更新，每一次开课或者是有最顶级的版本，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更新，无限制不断的上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名额也有限，因为真的是送大包的。以后希望就是这个学费贵一点之后，你可以赚点奶粉钱啦。现在他太太还没有怀孕，所以破巴巴的希望他继续磨练，跟大家一起成长。以后你们是师兄师姐啦，大家把握机会了啊！当然你们赚到钱也可以送几罐奶粉给他。那没有报名的话就可以把握这个限时的大礼，快点报名了啊！链接在下面。拜。